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路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东野一行人成功的消灭了遗迹里面的水晶蜘蛛，并且将遗迹里面的壁画拍摄下来，复写到纸上交给了公爵，以便公爵进行进一步调查。现在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讲。次日，在公爵赶回王宫的路上遇到了东野，因为有人对国王下了毒，所以他要立刻赶回去。目前下毒的人被认为是兽人王国的特使，国王想与兽人王国结盟。国王认为这件事对于双方国家都有助益。但是古老的贵族却对此不满，因为老旧的观念，他们认为兽人王国的亚人是下等生物，应该攻陷他们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领土，所以要与兽人王国结盟的国王就是贵族他们的绊脚石，应该除掉后再嫁祸给兽人王国。另外，如果国王过世的话，王位就会由他的独生女优米娜来继承，然后再强迫优米娜嫁给贵族的儿子，这样就可以掌握宫中的大权，随后再排挤亚人，这样就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了。公爵和东野冲上铺满地毯的楼梯时，遇见了巴鲁斯伯爵。他表示已经逮捕了对国王下毒的兽人王国大使，国王是喝了他赠予的葡萄酒后才倒地不起，现在已经把大使监禁起来。巴鲁斯伯爵更加表示，兽人之流竟然做出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，应该斩下他的头送回兽人王国。公爵则表示不可以，一切都要由王兄来决定。伯爵巴鲁斯心生不悦，而公爵则飞奔至国王寝殿。只见国王躺在床上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，呼吸微弱，脸上已经浮出了死相。身边的王国第一法师也束手无策，看着父亲的痛苦，无能为力的女儿只能把自己的手放在父亲的手上。东野上前集中魔力，将手掌覆盖在国王身上，柔和的光芒从他的手掌中流向国王。等到光芒消失后，国王的呼吸变得平缓，转眼间他就恢复了生气。不久之后，猛地坐起身来。国王痊愈了，所有人都在感谢东野。国王不相信兽人王国大使要杀害自己，于是大家返回了现场。东野使出搜索魔法来探出毒物，随后东野召集了所有当时在场的人员，表示下毒者就在他们之间。东野决定重现当时现场的情景，揪出凶手。东野准备好一瓶无毒的酒，在餐桌上拿起来一个没有人用过的杯子，倒上酒后让将军喝下。将军将酒一饮而尽，然后说道：“好酒。”东野表示，将军已经用过这个杯子了，应该换一个杯子，这样才对下一位喝酒的人士表示尊重。东野拿起来一个摆在国王位子上的空杯子，开始倒酒，随后说道：“国王刚刚复原，这酒还是给巴鲁斯伯爵代喝吧。”听到这话时，对方脸色一变，说什么都不肯喝，最后还是被将军按住了，强行的灌了进去。他痛苦的哀嚎着，以为自己中毒了。原来毒是抹在国王专用的杯子上的，当然摆在国王桌上的所有的他专用的杯子都有毒，国王不管用哪一个杯子他都会中毒。现在所有国王专用的杯子上的毒都已经被东野擦掉了，现在已经真相大白，巴鲁斯伯爵就是那个下毒的人。公爵表示，他试图暗杀国王，会以叛逆罪处死，并且没收家产和领地，而且国王殿下可以用此事来杀一儆百，牵制其他歧视兽人的贵族。没想到东野这一连串的精彩举动打动了公主优米娜，表示要与他成婚。优米娜有着一双魔眼，可以洞悉人的本性，认为嫁给他自己日后会很幸福。国王表示，只要优米娜喜欢，自己也不会反对。优米娜12岁，但是这里的人15岁之前就会订婚。东野被优米娜吓到了，毕竟原来的世界男的18岁，女的16岁才能结婚。最后东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就是用2年的时间来和优米娜相处，然后决定是否结婚。于是优米娜公主也加入了东野一行人。优米娜表示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不成为大家的负担，也让大家了解自己的实力。随后优米娜也在冒险者公会申请了冒险者资格。随后大家接了一个猎杀帝王人猿的任务，巨猿魔兽会好几只聚在一起袭击人类，由于他们智商不高，所以常常陷入陷阱，要小心的则是他们强大的身体力量。没想到从小养尊处优的优米娜公主魔法能力非常强，当即召唤出来5只高傲的银狼，他们开心的摇着尾巴围绕着优米娜打转。优米娜一声令下，狼群哦了一声冲进了森林。优米娜表示，只要召唤出来魔物，与他们签订契约，就能让他们听命于你。没过多久，银狼就找到了帝王人猿，将他们引了过来。大家互相配合，打倒了帝王人猿，顺利的完成了任务。随后东野和优米娜学习召唤魔法。优米娜表示，要使用暗属性召唤魔法，必须先从绘制魔法阵召唤对方开始，会出现什么魔物完全是随机的，召唤出来的魔物与其签订契约，契约条件由对方提出，对方认可便代表成功。东野站在魔法阵前，集中精神，开始使用暗属性的魔力到魔法阵中央。随后竟然召唤出来一只白虎，那是召唤兽里的顶级神兽白帝。白帝提出的条件是超越自己，需要东野向自己注入魔力，得到他的认可便与其签订契约。东野为了得到白帝的认可，开始往他身上注入魔力。东野那强大的魔力不一会儿就让白帝口吐白沫的晕倒，随后白帝便臣服于东野。
东野给白帝取名叫琥珀，这就算是正式与其签订契约了。为了能常伴主人左右，琥珀幻化成一只可爱的小白猫。大家超级喜欢这个小白猫，互相抢来抢去，这样就又有一个小伙伴加入了东野的团队。琥珀加入大家之后，接到的第一个工会委托便是去调查一个城堡里面的魔物，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去调查的魔物居然是史莱姆。史莱姆是几个女孩最讨厌的，更别说是那里专门研究史莱姆的地方，所以便更加的讨厌去了。史莱姆黏糊糊的也就算了，据说还有一种绿色的史莱姆会溶解纤维，但是女孩子们再不情愿，为了村民的着想，还是硬着头皮奔向了城堡。刚进城堡的大厅，还没走2步，东野便被一个铁盆砸在了头上。什么玩意儿？整人节目吗？优米娜指着那个铁盆说：“看，铁盆变成史莱姆了。”只见铁盆逐渐改变形状，变成了一个灰色的史莱姆，离开了大厅。大家来到了书房，书柜里面的书只剩下了皮革制作的书皮，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被喜欢吃纤维的绿色史莱姆吃掉了吧。林泽从书柜中发现一本研究笔记，是羊皮材质的研究记录，上面写着魔法文字，记录着各种史莱姆的研究成果。正在准备上2楼的大家走出了书房，便遇到了绿色史莱姆。林泽打算使用火魔法，但是却被东野阻止了，他担心会把城堡炸掉。此时琥珀变回了原样，张开嘴向史莱姆发出了冲击波。绿色史莱姆虽然被震飞，但是他们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，再次集结起来向大家靠近。大家只能选择逃往2楼。还好史莱姆存在的地盘意识没有追上来。可是这个时候遇到了润滑液史莱姆，这种史莱姆虽然没有什么危险，但是它会分泌出来像润滑油一样的液体，虽然对人体无害，但是会大幅度减少相对摩擦力。在减少相对摩擦力的情况下，众人开始向下滑，下方则是无数的绿色史莱姆守在那里，等待着他们滑下来。此刻除了东野被琥珀救下以外，女孩子们全都滑下了楼，掉进了绿色史莱姆堆里。衣服的纤维不断的被吃掉，东野使用传送门立刻将女孩子们传送到楼上来。此时女孩子们身上的衣服到处都是洞，为此东野还因为看到了她们衣衫不整的样子，虽然不是自己的过错，但是还是被不讲理的揍了一顿。女孩子们勉强的在房间里面找到一些布、窗帘一样的东西裹在了自己身上，继续进行调查。穿过走廊找到了实验室，里面躺着研究人员的骸骨，羊皮纸上记录着研究人员的报告。他终于完成了男人的梦想。男人的梦想什么意思？不料这个时候出现了几只史莱姆，幻化成女孩子们没有穿衣服的样子。惊讶的同时，东野又挨了一顿揍，不讲理啊，可怜的东野。原来报告里说的完成了男人的梦想，其实就是可以左拥右抱美女。史莱姆是魔法生物，哪不保会出现什么危险的种类？这座城堡蕴藏着可能孕育出来未知生物的危险性，所以大家决定把城堡全部烧掉，替天行道，净化世界。此时只有东野打从心底里感谢研究人员的发明。返回到城镇之后，东野在城镇里面闲逛，遇到了一个走失的小女孩。为了帮助小女孩找到她的家人，东野灵机一动，发明出了复合型魔法，将2种魔法一起使用在手机上面，完美的发挥出来2者的优点。林泽在研究古代魔法咒语的时候，苦恼着看不懂其文字，所以东野利用复合魔法，帮林泽做了一个让他能看懂古代魔法咒语的眼镜。知道了魔法咒语后，林泽来到了户外，使用水召唤练习古代冲击气泡魔法。虽说是看懂了古代魔法咒语，但是实际上操作却非常困难。林泽多次因为魔法耗尽而虚脱晕倒，还好东野之前学会了将魔法转换给其他人的无属性魔法，他立刻把自身的能力转移到林泽身上，让他恢复了魔力，并且陪他一起练习这个魔法，还把自己对这个魔法的理解讲给了他。林泽尝试了一下，果然成功了，但是因为不熟练，所以林泽想继续多练一会儿。随后东野便去找阿尔泽，一直以来大家的装备都没有更换过，所以东野便和阿尔泽去王都购买新的武器。途中看到了漂亮的裙子，东野表示阿尔泽穿起来一定很漂亮，但是阿尔泽则表示自己并不适合这种衣服，只有自己的妹妹才适合。不过在东野的鼓励下，他还是试穿了，而且他试穿之后还是藏不住自己喜欢的表情。东野见状之后直接买下来了，送给他。国王为了报答东野，要给他授予爵位，但是东野却拒绝了，于是就改成送了一栋别墅给他，希望东野能和优米娜住在那里。别墅非常的豪华，东野第一反应便是说出了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地方有点奢侈，但是大家听到东野这么说，感到非常的直接，全部都在确认自己听错了没有，会不会以后被赶出去。东野则表示他觉得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，住在一起非常正常。说出这话的同时，女孩子们都红着脸找着借口跑开了。此时优米娜好像看出了什么似的，便也跟着他们跑开了，留下了东野傻傻的站在那里，心里想着大家这是怎么了。不一会儿大家就都回来了，女孩子们也协商好大家要一起住在这里。第二天公爵来探望大家，
他得知国王要将自己的女儿尤米娜嫁给东叶之后，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的说他想让苏琪也嫁给东叶，没想到却让公主尤米娜捷足先登了。随后公爵表示这次前来看望东叶是有事情要拜托给他，因为王国要与兽人王国通商，所以两国国王必须进行会谈，但是如果是国王出行的话，途中肯定会有不少风险，所以公爵希望东叶他们先去兽人王国，然后利用传送门再让国王过去。正好兽人国的大使奥利卡也要回去，随后在国王的安排下，东叶一行人就在两国士兵护送下启程了。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前休息时，一名兽人示意大家安静一下。只见一名兔兽人卫兵，他的耳朵抽动了几下，随后便说有人在靠近这里，十有八九是强盗。东叶立刻用手机进行搜索，发现周围布满了强盗，于是东叶便用手机锁定了所有的强盗，随后使用了麻痹魔法将他们麻痹。大家决定先把他们绑起来，然后派人快马去最近的城市，让他们拨一名卫兵过来，把这些强盗押走。应该一会儿早上就能把卫兵带回来了。等把这些强盗交出去之后，大家再出发。此时意外地发现一位叫里昂的骑士对兽人大使奥利卡有好感。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小伙伴们来加入呢？敬请期待下一集。喜欢的小伙伴们还请点赞、留言、关注。